今天是暑假亲子旅行的最后一天，打算到30公里外的水春河参加惊险刺激的漂流活动，为小孩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原先开高速公路只要27分钟的车程，没想到高速公路竟然封路检修，只好硬着头皮开盘山路，多花了1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。不过这一路上的风景都很不错，随处都让人感到惊艳。我们眼前的这个寨子叫做拉幼寨，是贵州少数民族水族的居住地。水族有自己的文字以及自己的节日。水族的端节相当于汉人的春节，是于农历8月到10月举办，为期是49天。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总有一些画面如诗如画，让人沉醉其中。蓝天白云下的那片稻田，便是这样一处令人心驰神往的美景。车行经过了平坦的拉幼寨，我们又往深山开去。这里的路一边是山壁，一边是悬崖。我小心翼翼地开着沉重又宽大的房车，生怕掉到沟里去。终于爬到了这段路的山顶，这也意味着我们开完一半的路程了。在悬崖上的小路边会车挺恐怖的。前方的高架道路就是封路检修的高速公路，对比之下，高速公路真是省时又安全。把车停到漂流集散中心的停车场，坐漂流的接驳车到山上。又经过了30分钟，我们来到水春河漂流的起漂点。贵州荔波县水春河漂流，全程是13公里，一般漂流时间是3个小时左右，每个人的费用是200元人民币。每条船坐4个人，另外再加1位船夫。船夫负责控制橡皮艇以及游客的安全。船夫的费用已经含到门票内。13公里的漂流有惊险的河道，也有平缓的区域。平缓的区域就适合打水仗。我们这个时段总共是3条船，打水仗也是打得不亦乐乎。在平缓的缓流段，可以悠然地欣赏两岸美景，放松身心，感受宁静与美好。在漂流的过程中，既有刺激的急流段，橡皮舟在9滩18浪中闯过，如野马滩、猛虎岸等，带来跌宕起伏的刺激感受，让你的心脏疯狂跳动，尖叫不断。贵州的漂流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岸上的栈道是先民徒手凿出的山路，许多段有落石，所以没有开放游客行走。当橡皮艇滑到一个浅滩，来到了一个中途的休息站，有配合卖烤肉的摊子。听说这烤肉的伙计得走2个半小时的山路，带着食材来这边烤肉卖给游客。
等待的过程中，看到有游客在河边玩耍，不过这个水挺急的，要是失手，小朋友估计会飘走。等待了10几分钟，鸡腿烤好了，一根20元人民币。当时饥肠辘辘，还真是美味。吃饱喝足之后，继续接受河水的洗礼。经过了3个小时，我们漂流到了终点，换了大船行驶到码头，再换乘接驳车坐回出发地。这一个漂流的行程下来，我和儿子都觉得很值得。推荐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安排来一趟，或许也会成为你与家人美好的回忆。回到游客集散中心，在房车上吃了晚餐，准备往广西方向开。因为隔天早上12点得还车，离广西的还车地点还有500公里。夜宿服务区，一大早就继续赶路。清晨，薄雾如轻纱般袅袅升起，与喀斯特地貌相互映衬，宛如一幅梦幻般的画卷。在这奇妙的风景中开车，心情十分舒畅。愿乘风归去来兮，繁花片片落满地，流沙褪尽，我依然在等你。愿随你走遍天际，云卷之后有。看了一路的风景，还是忍不住下了交流道，拿出无人机拍一下风景。清晨的光线似一层薄薄的金色纱幔，轻轻地覆盖着大地。它不耀眼，不夺目，却有着一种能抚慰人心的力量。在无人机的俯瞰下，乡村的稻田与小径为刚刚苏醒的世界带来一份安宁与希望。前方一栋栋的房子，就是中国的农村自建房。这一带的电线以及电塔真的很多，无人机差一点就撞上高压电线。随着还车时间的逼近，我们暑假的亲子旅行也到这一期结束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也期待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未来将持续带来生活旅游的影片。我们下次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